小卓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他并没有掌握一门赖以谋生的技术性手艺。迷茫又贪玩的他，偶然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别人说，打游戏和别人 IMT 交易就能赚钱，一天能赚好几张，整天玩游戏就能赚钱，听上去是个理想的工作。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我们来讲讲 IMT 和搬砖。那么搬砖是什么？ IMT 又是什么？ IMT 全称 Real Money Trade， 玩过一些 MMORPG 的游戏的观众应该对这个东西不陌生。最近一款刷游戏《流放之路降临》上线国服，游戏中不出所料的就存在着玩家间大量的 IMT 现象。玩家可以通过使用真钱换取其他玩家手里的虚拟产品，而用玩游戏时产生的虚拟产品然后卖掉换真钱，就叫做游戏搬砖。需要首先明确的是，严格来说 IMT 分为两种，一种是游戏官方主导或授权的 IMT 行为，也就是现在手游流行的氪金648，另一种是发生在游戏之外，游戏官方禁止或者没有明确表态的 IMT 行为，也就是搬砖。本视频所讨论的 IMT 主要是第二种。IMT 的历史不算长，但也不算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还是基于文字的那种叫做 MOD 的游戏。1997年，网络创世纪的推出正式标志着 MMORPG 这类型的游戏在当时主要工业化国家迎来飞速增长。同时 eBay 平台也给了这类型游戏一个非官方的交易场所， IMT 这种现象迅速在网络空间弥漫开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韩国公司的热血传奇推出，在当时是作为首个非工业化国家的 MMORPG 游戏。当时的盛大网络获得了传奇在国内大陆的代理权。随着这款游戏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也逐渐流行，以及东亚的游戏玩家也越来越多的玩西方国家的 MMORPG 游戏，搬砖产业出现了与全球化浪潮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同的逻辑。一是发达国家中的搬砖工作室将业务外包到墨西哥和东亚等发展中地区，二是这些地区在网络基建发展之后也逐渐形成了当地的庞大市场，这就催生了巨大的本土需求。搬砖的供需经济学非常简单，有的人钱比时间多，有的人时间比钱多，前者的需求通过各种实体和虚拟渠道找到后者的供应，于是一个市场进而一个产业链就形成了。那么搬砖者他们在游戏里具体都干些什么呢？表面上是玩游戏，但肯定不是为了好玩，他们的目的性非常强，主要的生产活动大概有3类。最常见的就是刷金币，也就是不停地获取游戏货币，然后打包卖出去，就像虚拟世界里的外汇交易，买家在网站上用 PayPal 或者信用卡之类的付真钱，然后在游戏里跟卖家碰头，卖家把虚拟币交易给他。拿我现在玩的这个流放之路降临举例，截至目前游戏里的这个叫做神圣石的东西3元人民币一个。第二种是提供代练服务，代练就是买家把自己的游戏账号密码发给你，你帮他玩，把角色等级或者某个段位之类的打上去，或者通过某个较为困难的任务。更进一步的还有卖那种已经练好的成品号。最后一种就是直接卖游戏里的物品，特别是那种稀有的强力的装备或者道具，交易方式跟卖货币差不多，有些特别极品的道具甚至能卖出让人难以想象的天价。与此同时，在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搬砖工作室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分工体系，有专门负责刷怪刷装备的，有专门负责采集游戏里的资源的，还有专门负责把原材料加工成成品的等等。如果把这些技术含量不高、重复劳动占比大的这些搬砖操作视为流水线底层第一线工人，那么往上的还有负责对接客户和交易的客服，负责平台运营和管理账号的管理层，甚至还有专门研究如何高效搬砖的攻略组等等。现实世界从上游到下游的一系列产业链在虚拟世界重演。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搬砖工厂，绝大多数的搬砖工作从业者都在中国。2008年的一个报道估计，
中国的搬砖者数量从50万到100多万不等，占全球搬砖行业的80%左右。这个数据和比例肯定今非昔比，但是国内的搬砖产业的体量可以说仍然十分可观。因为这个行业较为隐蔽，要拿到一个准确的数字较为困难，不同的报告估算差异也比较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中国的搬砖行业放眼全球来说，规模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主要是由几个因素叠加影响的。首先，中国本身就有着极其庞大的网络游戏玩家群体，中国玩家玩外服游戏可能比他们本地的游玩人数还要多得多。其次，带宽网络这些基础设施，尤其是在城市和一些发达乡镇已经相对普及了，这是硬件条件。第三，通过互联网跟海外市场的连接也比较方便，语言障碍虽然有，但是也比较容易克服。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这些年轻人需要工作机会，而搬砖提供了一个门槛相对较低的选择。在当时，全球可能有6万到15万家这样的搬砖企业或者组织，但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微型的，就是所谓的小作坊或者工作室，通常就可能有几台或者10几台电脑，雇佣的员工数量规模也很小。小作坊模式的从业者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18到25岁这个年龄段的，来源主要是2部分人，一部分是农村出来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一部分是城市里的待业青年。当然也有一些是在校的大学生兼职做的，并且这个行业的性别比例是严重失衡的，男性占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也符合早期男性比女性更会用电子产品的一个刻板印象。搬砖行业能在当时迅速铺开，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创造就业机会所需要的启动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平均每创造一个搬砖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就是电脑、桌椅、网络带宽这些，可能加起来就几千块钱，这跟传统制造业比起来要低得多得多。这就意味着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并不高。那么工人的收入怎么样呢？我们聚焦中国2008年的情况来看，一个全职的搬砖工人平均月薪大约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那1000元人民币在2008年的中国算是什么水平呢？根据08年大学生薪酬的一份调查报告来看，当时东南沿海刚毕业的本科生一个月工资平均是1671元，也就是说，搬砖工作跟当时其他的普通工作相比，这个收入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城市，或者对那些没有太高学历、专业技能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竞争力的，能够跟在工厂流水线打螺丝或者从事一些普通的体力劳动，比如服务员、建筑工人之类的收入基本持平，有时候甚至还会更好一点点。而且很多这种搬砖工作室还提供免费的食宿，也就是包吃包住。我之前刷到过那种王者代练的工作室的视频，就是提供了一个宿舍，这一点也挺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降低了生活成本。管吃住的话，1000块的纯收入在当时还算是不错的。不过支付方式通常不是固定的月薪，更多的是采用计件工资，就是你完成多少的一个产出，或者练到多少级完成多少单，按照这个量来给你算钱。这个钱从买家到搬砖工人手里，中间是怎么分配的呢？工人实际能拿到多少比例呢？这就涉及到了这个价值链条上的利润分配问题了。如果最终的游戏币或者是服务通过中介卖给买方玩家的话，那么情况大致是，最终那个销售价格，比如说卖了100块钱，大约就有一半50块钱被中间商拿走了，然后负责组织生产的那个搬砖工作室的老板大概能拿到其中的1/3，也就是30多块钱。而真正在电脑前每天10几个小时打游戏的一线工人，最终到手的可能只有销售额的1/6左右，也就是10几块钱。1/6这个比例，从比例上来说，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确挺高的。但这里要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产业发展的早期，大约是05年到06年那会儿，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是非常大的。当时有的工作室它的利润率能达到运营成本的2倍多，可以说是暴利。
这也是为什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社会上都流传着一些靠搬砖赚钱暴富的神话。这种高利润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人涌入这个行业。当然了，就跟工厂黑中介开出6块钱1小时一样，真正暴富的肯定不会是一线搬砖的那些工人。我们可以说搬砖工作室是血汗工厂吗？这个问题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标签来概括。一方面，从工作强度和时长来看，血汗工厂的指控可以说并非空穴来风。每天工作12个小时算是工作量少的了，每周工作7天，在搬砖产业里面也是相当的普遍。而且工作内容往往是高度重复和单调的，一直坐在电脑前做着同样的事情，对人的身心都是很大的消耗。高强度打游戏是非常累的。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他们的工作在当时在当地来看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并且通常还包吃包住。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游戏搬砖者他们可能本身还是游戏爱好者，他们甚至可能从这种单调重复的工作中获得某种乐趣或者成就感，娱乐和工作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同时，虚拟世界里获得的那种力量感、财富或者社会地位，即使是虚拟的，也可能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某种权力感。相比于流水线打螺丝，游戏技术的提升、游戏人物的变强，都能带给人一种向前进步的感觉。如果你用发达国家那种比较理想化的工作标准来看，那搬砖的工作条件无疑是恶劣的。但如果你把这些搬砖人当时在当地可能面对的其他现实选择考虑进来，比如说失业，或者去从事那些同样辛苦、报酬也未必更高的体力工作，那相比之下，搬砖可能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甚至相对来说是可以接受或者说理性的选择了。但是搬砖行业好景不长，主流游戏里的虚拟货币相对于真钱汇率迅速贬值。普通玩家对于搬砖行业最主要的批评就是它破坏了游戏世界内部的经济系统。首先是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任何物品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应增加都会导致其价格下跌。搬砖加剧了游戏内的通货膨胀，搬砖产业导致游戏世界内货币供大于求，于是货币相对于真钱就贬值了。想换取同等数量的真钱，需要更多的虚拟货币。其次，伴随着通胀也出现了紧缩的效应。搬砖不仅仅会产出游戏货币，也会相应的产出大量的游戏道具。游戏内的道具供应增加了，但是需求变化却不大，道具的出售价格也因此下跌。这些无疑对搬砖工作室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按理说，以虚拟货币为主要产品的搬砖工作室应该早就活不下去了，甚至整个行业都可能会崩溃。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面对这种毁灭性的货币贬值，搬砖产业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首先，他们想办法提高了生产效率，比如版本更新了，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适合搬砖的地点或者任务，他们就得迅速研究和适应，用更少的时间来刷出更多的钱。其次就是自动化，也就是更多的使用机器人或者脚本。之前看到有人说租了个厂房，架子上摆满主板，显示器都不用，在那里搬砖 DNF。最后一点就是业务多元化，一些工作室可能意识到单刷金币风险太高，利润太薄，就转向了其他相对利润更高和更稳定的业务，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代练业务。但对搬砖者来说，最大且更深的威胁似乎还是来自于游戏公司和其他玩家群体，这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不参与 IMT 的玩家社群里面，对搬砖行为普遍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为什么呢？一是觉得搬砖者导致了 IMT 现象的横行，买金币的人用非正常的方式获取资源和优势，破坏了游戏的公平性和平衡，破坏了游戏体验。二是觉得他们影响了游戏的沉浸感，比如游戏的世界频道都是搬砖的广告刷屏，很多机器人站着刷怪点和资源刷新点，让普通玩家没法玩。这些行为都让普通玩家非常反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就是很多西方玩家对搬砖者的负面看法，往往不仅仅是针对行为本身，还会带有一些刻板印象，甚至是种族歧视的色彩。
他们常常把搬砖者，尤其是来自亚洲的搬砖者和开挂于网络犯罪，比如说盗号和诈骗这些联系在一起，把他们看作是不受欢迎的外来入侵者。这种排斥性的反应和历史上西方社会对待中国移民劳工的那种态度有点类似。游戏公司面临着来自玩家的巨大压力，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击 RMT 行为。他们的策略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开始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或者忽视，因为搬砖所提供的 IMT 市场也能带来活跃用户和一部分收入，但随着问题越来越严重，就转向了越来越严厉的打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大规模的封禁那些被识别出来通过不正当手段搬砖的游戏账号，比如说马福的流放之路前几天就大规模封禁了一批账号。那一天游戏里的货币价格都趋于平稳，没有下跌。他们还试图从销售渠道上进行围堵，比如说施加压力，像 eBay 这样的第三方交易平台，要求他们禁止虚拟物品的交易。再有就是采取法律手段，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魔兽的暴雪。暴雪曾经成功起诉了一家叫做 Play for Hire 的代练和搬砖服务平台，并且胜诉了。但问题是，对于游戏公司来说，打击搬砖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很多搬砖者他同时也是付费玩游戏的玩家，你把他封了，你的订阅用户就减少了，收入也直接受影响。其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检测识别和封禁搬砖账号和脚本账号，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对游戏机制和玩法进行改动，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打击搬砖行为，但同时也让很多普通的不参与 RMT 的玩家觉得游戏变得不好玩了，反而导致了用户的流失。所以也出现了其他一些的不同应对策略，有的游戏公司干脆就选择允许或者官方支持第三方的交易平台，还有的公司选择自己下场做这种平台，比如说网易的藏宝阁。还有一种方法，相信现在玩手游比较多的玩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氪金648。他们直接就在游戏商城里向玩家出售能够影响游戏进程、提升角色能力的各种道具，也是我们视频一开头所说的第一种 IMT 行为。这些五花八门的打击措施效果到底怎么样？结果是效果似乎并不显著。虽然搬砖工作室确实会因为账号被封、虚拟库存受损而遭受严重的打击，甚至倒闭，但是从整个宏观市场来看，那些主流虚拟货币的价格并没有因为所谓供应量减少而出现持续显著的上涨，这说明整个产业的供给能力依然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搬砖工作室总是能够找到新的办法来规避游戏公司的打击，并不断地扑向新的可搬砖游戏，并且搬砖工作室的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雇佣人做搬的成本远远大于用脚本多开，而最赚钱的也变成了卖脚本，甚至是教别人开发脚本的。虚拟空间里的活动，它却如此深刻地折射了我们现实世界里全球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些基本逻辑，比如物品的商品化，一切皆可买卖，比如成本驱动的生产外包，比如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链形成等等。但同时，它的虚拟性又带来了很多独特的复杂性，比如在这交易中的信任问题、价值的衡量问题、虚拟劳动算不算真正的工作等等。最终，它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系列关于网络空间里的剩余价值剥削，以及如何治理这些新现象等非常根本性的问题。RMT 这种现象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虚拟经济是如何能够创造出真实的，尽管可能很不稳定，也充满争议的现实世界的生计和就业机会。同时，它也给玩家社群、游戏公司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府监管都抛出了一系列非常棘手，甚至到今天也未必有完美答案的伦理和社会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正确的答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当年西方玩家群体对搬砖者，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搬砖者那种负面反应和排斥，与历史上社会对待体力移民劳工的某些反应模式存在了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互联网虚拟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现在人对以前互联网的美好想象，当时的互联网的人多么友善等等。虚拟和现实的明确界限压根就不存在。
虚拟世界只是换一个地方重演，甚至放大那些根深蒂固的冲突和焦虑。